官差一腳踹開沈家大門，我剛從車禍的黑暗裡醒來，冰冷刀鋒已抵住我的頸側。宣旨聲壓過哭喊，父親被控吞掉30萬兩賑災銀，母親和妹妹10日後就要流放。我強迫自己盯住被搬走的賬冊，3批糧進共用同一車隊，繳付和通行文書。按那段路程，3批車絕不可能同日抵達青州，這不是疏漏，而是一套做好的假賬。校尉喝令我跪下，我沒有爭辯，只把每個日期、倉號和車數牢牢記進腦中。封存箱抬過面前時，我看見賬頁上的官印完整無缺，右下角沒有父親真印的裂痕。父親那枚官印用了10年，裂口連家中孩子都認得，這枚印顯然不是原印。官差拔走母親最後一支銀簪，又抬起米缸，我立刻伸手擋在缸沿前。我援引抄家律例，罪卷候審10日，官府必須留下最低口糧，否則押送途中出了人命誰負責？校尉盯了我許久，終究不肯替這點糧擔責，揮手留下2袋粗米。母親抱緊妹妹，我則看着封存箱離開院門，明白自己暫時碰不到那冊賬。家產盡失，罪名未改，可我已抓住運力和官印2個漏洞，父親的案子絕非表面那樣。母親的傷腳腫得發亮，夜裡又起了高熱，我們守着2袋粗糧，連一帖藥都買不起。我拆開鬆動的梳妝台木釘，摸出原主藏下的一對小珍珠耳墜。看守孫達伸手來拿，我先握住耳墜，要求他請郎中，還要替我送一封陳情書。我提醒他，罪卷若因無一而死，只手名冊上第一個被追責的就是他。孫達臉色變了，收下耳墜後果然帶來郎中，也把陳情書送進大理寺。傍晚，裴景策親自來查驗母親傷勢，醫官留下藥，他卻沒有立刻答應翻案。我把3隻茶杯排成2隊，沿桌面標出京城、渡口與青州的距離。4日內要走完3條不同路線，還共用同一批文書，除非糧車會飛，否則數字不成立。裴景策問我想要什麼，我說只要1刻鐘，當着他的面查看涉案賬冊。他沒有相信我的結論，只承認這組運力值得複核，並警告我不得碰其他證物。珍珠耳墜換成一帖藥和1刻鐘查驗權，我終於有機會把猜測落到真正的賬頁上。政務房的門在我身後落鎖，桌角放着計時箱，1刻鐘內我只能碰那一冊賬。我先翻紙墨，裝訂荷蘭位，全部符合戶部規格，連父親幾處修改的筆勢也是真的。真簽名讓我心口一沉，但簽名真不代表最後入賬和蓋印也是他完成。我逐頁比對修改順序，制作者熟悉官署流程，甚至知道哪些錯誤最像人工疏忽。裴景策問我可有結論，我說這冊賬大半是真的，所以那一小部分假才更難被看見。我把手指停在最後印記上，要求調取父親過去3年的正式公文做比對。裴景策命人去取舊卷，我趁空隙記下3個糧倉編號和6張關鍵運單日期。賬頁邊角還出現洲際糧行的交割名目，我把商號與批次一併背下。計時箱快燒盡時，我又看見幾處數字先改後蓋印，順序與正常複核相反。我沒有誇口父親無罪，只把官印、倉號、日期和洲際4條線交給裴景策。舊公文很快送到桌上，真印與涉案印即將並排，這一刻會決定我的判斷能否站住。我把3年舊公文排滿木桌，每一枚真印右下角都有同一道細小缺口。涉案賬上的印卻完整無裂，像一枚從未用過的備用印章。裴景策用放大鏡逐張查驗，終於承認部分印記並非父親常用官印所蓋。可他隨即合上賬冊，原始底冊已燒，父親真簽名仍在，這點疑問不足以撤罪。我明白程序不會替我補全真相，只能把手伸向官署之外仍在流動的糧。回府後，妹妹拿出洲際送來的流放口糧樣袋，
每人竟要12兩，還得簽勞役欠條。我拎起標示50斤的糧袋，重量明顯不對，袋底縫線也比尋常厚一層。拆開一角後，裡面果然藏着縮小容量的雙層內稱，最多只有40斤上下。官印的偽造還困在卷宗裡，週記的缺斤卻是任何一桿秤都能驗出的實物。我讓妹妹保存袋口和縫線，自己把每人少掉的重量算到整支流放隊。若150人走60日，少掉的不是幾碗米，而是一筆足以餓死人的糧。裴景策只肯承認案件有疑，我便決定先讓週記在眾人面前承認這隻袋子有問題。第一道裂縫已打開，而週記送來的口糧正把圍帳之外的路指到我手邊。週記管事曹福把3張欠條推到母親面前，說不簽字就別想領流放路糧。我當場叫住押送差役，請他們用官秤驗袋，免得途中缺糧還要替週記備責。第一袋41斤，第二袋40斤半，第三袋只剩39斤，院裡瞬間安靜。我割開袋底，翻出那層縮小容量的厚布，連孫達都變了臉色。我在門板上寫下150人60日和總缺糧數，插頭立刻命人扣住曹福。周復年穿着囚衣趕來，只說是管事疏忽，與賑災糧毫無關係。我沒有跟他爭口舌，只要求退回棉被、藥材、繡具，並免去沈家全部路費。差頭怕自己的糧也被克扣，當場站到我這邊，周復年只能命人把東西送回。他從我身旁經過時低聲說，賬算得太清楚的人通常活不長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知道公開稱糧保住了家人，也把我們推進了周家的視線。收拾繡具時，妹妹從繡框夾層抽出半張交割單，上面的日期正對着假賬第2批糧。半張交割單只剩日期、數量和模糊倉號，我把它與記住的運單日期並排在竹下。2張紙的起運日完全相同，可交貨的不是青州，而是一座停用多年的城南司倉。妹妹想起半年前替商隊繡過貨袋，那夜下着大雨，車隊臨時換成了週記的人。母親也記得原本的商隊被撤走，卻沒人說明原因，只催他們連夜交貨。線索指向城外，可門口有人看守，我若偷跑，只會讓全家立刻被分押。我沒有冒險闖倉，而是把退回的舊棉被、糧袋和繡具全攤在地上。流放最缺的是能背糧、能墊的，下雨時還能拆成薄被的行囊。我畫出寬肩帶和防潮夾層，讓妹妹裁布，母親照尺寸檢查每一處縫口。週記糧袋的後部被拆開重用，原本用來缺斤的東西，反成了我們第一件商品。天亮前，第一個防寒行囊成型，能裝糧，也能展開蓋住一個人。表面上我要靠它賺流放路費，實際上我要借訂單接觸車夫、腳夫和城外商隊。司倉就在城南，但我們只有5日，必須先把一個樣品變成錢、人手和合法身份。孫達士背行囊走了2圈，插頭算過草席、薄被和糧袋的價錢，當場定下40個。我拿着押送隊的訂單去找布莊，用未來貨款賒來殘布、棉絮和過季棉衣。省府院裡很快坐滿無處做工的婦人，我把裁布、縫帶、填棉和加固拆成4道工序。母親逐件驗收，妹妹統一尺寸，我則把每人的件數與工錢清清楚楚寫在簿冊上。有人問罪臣女的賬能不能信，我直接把定金、材料費和剩餘銀錢全攤在桌面。40個行囊提前交付，插頭試過後又加訂60個，院裡第一次有了穩定的忙碌聲。我付出第一批工錢，那些原本只想混口飯的婦人開始主動檢查別人的針腳。送貨車夫見我結算爽快，低聲提起城南停用司倉夜裡仍有糧車進出。他用炭筆畫出路線，說周家車入倉時壓的車褶很深，回京時痕跡卻明顯變淺。
糧食進去，空車回來，說明貨沒有送往青州，而是在那座司艙被卸下。我們有了現銀，人手和商對耳目，下一步便能從使用行囊的腳夫嘴裡追問糧袋去了哪裡。我讓孫達把縫着審計不標的行囊帶到腳夫茶棚，承諾磨破了可以免費修補。幾日後，一名腳夫背着破袋找上門，針腳補好前，我先問他在哪座艙磨壞的。他說城南艙不許腳夫看賬，同一批糧卻要接連換3次袋子，先裝洲際袋，再換碼頭袋，最後套成戶部官糧袋。搬糧的人和糧食始終沒變。我讓他畫出順序，又把口述日期逐一對上記住的3批假運單。3個不同批次，其實是同一批糧換了3次名字，難怪共用車隊和通行文書。腳夫還記得一次翻車，補發單是父親親自簽的，這句話讓我的筆停在紙上。我追問他是否看清，腳夫點頭，說沈懷安的官服和名字，當時所有人都認得。我沒有刪掉這段不利口供，只將簽名、事故地點和換袋日期一併記入心賬。父親可能不只是被人借名，他或許真的知道糧沒有去青州。裴景策正帶着正式運單趕來，我必須親自問清父親究竟在這條糧路上做過什麼。裴景策把改道運單推到我面前，紙上卻是父親的筆跡，也有他親自批准重新裝袋的簽名。我帶着那張紙走進刑部大牢，昏暗木桌後，父親的球衣沾着乾和暗痕。我沒有先喊冤，只問他第一件事：城南改道運單是不是他簽的？父親沉默片刻，回答是。我又問糧是否根本沒有去青州，他閉上眼，再次說是。牢房裡只剩鎖鏈輕響，我的手指也慢慢收緊。第3個問題最難，我問他是否知道同一批糧被重複入賬。父親看着我，終於說他知道。這句話把我原先那套單純栽贓的解釋全部推翻。我忍住質問，將腳夫口供與正式運單攤開，要求他說清自己究竟參與到哪一步。他承認改道，也承認私下修改數字，卻堅稱自己沒有拿過1兩賑災銀。我告訴他，程序上的錯不能因親情消失，但知情、違規與侵吞並不是同一件事。父親第一次抬頭看我，我不再問他是不是無辜，而是問他為什麼明知人要改賬。裴景策站在牢門外沒有打斷，這長嘆是已把案子從假賬推向父親真正隱瞞的動機。我帶來的答案讓父女信任裂開一道口子，可只有穿過這道裂口，才能找到被換走的新糧。父親壓低聲音告訴我，戶部送出的不是新糧，而是一批已經發霉的陳糧。那批糧若直接進青州，災民吃下去可能大病，他才先簽改道，把問題糧扣在城南。真正的新糧早被人轉賣，他派書吏密報，書吏卻失蹤。趙崇禮隨後要求重整賬目，父親為留下追查痕跡私改數字，庫房卻緊接着失火，那些修改反被做成侵吞罪證。他沒有要求我替違規辯護，只說城南地窖還藏着霉糧、原始封條和商號歲標。入口不能寫在紙上，父親便借母親舊商隊貨袋上的玉蘭花留下位置。花瓣朝向代表道路，花蕊針數代表艙號，葉片針腳則記錄距離。父親用手指在木桌上畫出一朵玉蘭，我把每個方向和針數牢牢記住。妹妹保存的舊舊樣不再只是花樣，它可能是一整條被藏起來的糧路。我理解父親為何冒險，卻也明白他私下改賬確實讓別人有了陷害空間。裴景策帶來消息，失蹤的書吏已在北郊被找到，對方願意指證換糧，我們立刻動身。我們趕到北郊時，書吏已倒在屋內，牆上留下沈家2字，像是臨死前的指認。裴景策查驗現場，我卻注意到死者指縫沒有牆灰，這2個字不像他自己寫的。灶台下只翻出半枚燒焦的戶部運糧司銅牌，
真正帶來消息的人已無法開口。我要求立刻回大理寺保住賬冊，對手既敢滅口，就不會留下另一份完整證物。政務房的架子卻空了，值守官說刑部持文書調走涉案賬冊。裴景策派人追問，刑部當場否認收過賬，調令的去向也查不到。同一刻，戶部副冊庫房起火，黑煙越過屋脊，剩下的底冊也被吞沒。原賬失竊，副冊焚毀，證人被殺，對手在同一日把3條查證路全部切斷。我把銅牌、假調令與現場疑點逐項記下，提醒裴景策證據雖失，調動痕跡仍在。可沒有原件，朝堂只會說我靠記憶拼湊，父親的真簽名反而更難解釋。傍晚送來的新文書更狠，沈家女眷的流放日期被提前到明日清晨。我們只剩一夜，對手要趁京城證據真空，把我、母親和妹妹徹底逐出查案範圍。深夜，官差以搜查兇器為名闖進神府，把行囊生意的銀子、交割單和手寫賬全翻走。周富年站在門外看着，笑說罪臣女坐在多帳，天亮也只能帶家離京。我知道真正要保的不是那些可重寫的數字，而是母親棉衣裡尚未被發現的玉蘭圖。妹妹把繡樣縫進舊棉衣內層，我則故意抓住一張普通花樣，和官差當面爭搶。那張假圖被撕成碎片，搜查的人以為我最在意的東西已毀，終於停止拆衣。銀錢、筆記與半張交割單全沒了，院中只剩空箱和未帶走的幾個破行囊。天亮後，穆家扣上肩頸，我們3人被推過長街，爛菜和辱罵一路砸來。刑部小窗從車隊旁一閃而過，我甚至沒能再見父親一面。母親傷腳未癒，妹妹扶着她走，我把隊伍速度、補給與沿途傷號重新記在心裡。孫達經過我身旁時，悄悄塞來一條布，探子只有4個，沿着梁走。前面還有一具被汗水暈開，勉強能認出是不要回京。父親顯然知道京城已無安全證物。我失去了原賬、人證、銀錢和位置，只剩玉蘭案碼、行囊手藝與自己的記憶。對手以為流放便能讓案件結束，我卻明白糧不會憑空消失，搬運過就一定留下痕跡。我抬頭看向城門外的官道，從這一刻起，流放路就是我要重新建立的查糧路。流放第3日，暴雨壓塌車棚，普通行囊全進了水，只有我們做的油布夾層還能擋雨。我拆下自己的防潮布，先蓋住糧車，差頭看見效果，才肯聽我談條件。我提出修好車棚和破帶，換每日2個時辰勞作，所得一半繳路費，一半留作公用。差頭怕師糧壞掉，當場答應，但若耽誤行程，所有責任都由我承擔。我把犯人中的裁縫、木匠和能推車的人分成小組，母親照舊用簿冊記件數。妹妹重新畫出行囊尺寸，婦人拆洗舊棉衣，木匠則補車棚和貨架。第一批修補換來藥和熱食，原本互相防備的人開始主動報出自己會做什麼。北上商隊是買15個行囊，又訂50個防潮貨袋，要求我們到臨河縣交貨。我把每筆收入和買藥支出寫在眾人看得見的簿冊上，沒讓任何人私分。流放隊不再只是被押着走的人，我們有了工序、公用銀錢和沿途接觸商號的理由。抵達臨河縣時，城裡明明糧荒，幾家鋪子卻同時大量賣出成色及新的糧。我在臨河糧鋪後門看見一堆空袋，商號印記被刮掉，袋底厚度卻和周記的一模一樣。我花20文買下3隻廢袋，當場拆開縫線，從夾層挑出未撕淨的戶部封條。封條批次正是我在政務房記下的第一批賑災糧，賬上他早已送達青州。我讓夥計看清編號，又提醒缺金若被查，掌櫃第一個就會把責任推給他。夥計果然鬆口，說每月初7都有無期船靠岸，卸貨後便沿河往南。
這些梁換過帶，刮過商號，卻沒能把關梁封條從每一道縫線裡清乾淨。母親攤開藏在棉衣裡的玉蘭圖，我把花瓣朝向與河道逐一重合。第7片花瓣正指向南方，花蕊針數也與臨河碼頭的舊倉號相符。父親留下的不是一個地窖位置，而是一整條分散轉運的藏梁線。我把封條縫進行囊內層保存，沒有讓梁鋪知道我們已認出真正批次。第一件能追到原批次的食物到手，接下來只差解開全部玉蘭，找到最近的轉運倉。我把12朵玉蘭重新排列，花瓣方向對道路，花蕊針數對倉號，葉片針腳對貨量。一夜核算後，12座轉運倉終於在地圖上連成線。第9朵花正落在南碼頭。我借防潮貨袋訂單靠近碼頭，故意詢問是否要做縮容量的雙層袋。管事沒有回答，眼神卻立刻變了，隨後把我帶到掛着茶葉招牌的第9號倉外。倉外車辙深得陷泥，周記布袋散在角落，裡面抬出的木箱比茶葉重得多。夜色裡，周富年親自進倉，數十隻木箱隨後被抬上無期船。相逢飄出淡淡桐油味，那是為防營定受潮常用的氣味，裡面運的已不是糧。曹福忽然帶人搜身，搶走我們帶來的貨袋，卻沒找到藏在母親衣內的真圖。我被趕回驛站後，立刻按12倉、船期、糧價和運費重算整條利益鏈。分散數字第一次能對成一套總賬，也讓我看清對手最怕的不是救糧，而是彼此私吞。逐倉搜索已來不及，只有逼他們自己把藏貨集中，才能讓真贓現身。既然真正的賬已被燒掉，我便決定造一本他們一定會相信，也一定會害怕的假賬。我找來舊賬頁，按不同月份調整墨色，再把12倉、船期、糧價和收益逐筆重建。90%數字都來自糧袋、腳夫和碼頭實情，只有最後一欄是我故意放進去的假數。我寫下父親私藏5萬兩於舊鹽場，這筆銀子根本不存在，卻足以挑動分贓者互疑。賬冊末頁被我撕去，只留下半枚模糊週記印記，讓它像一冊匆忙藏下的原賬。我沒有打算把它送進卷宗，它只能當魚餌，不能替任何真證據說話。消息由不商帶回京城，內容只有一句：原賬尚在，沈家知道少了5萬兩。周富年收到風聲後，連夜登車回京，南方3座分倉也同時開始結攬搬貨。這反應比口供更清楚，他們無法核對彼此分得多少，所以最怕同黨藏賬私吞。我暫時沒有告訴裴景策賬是我做的，只請他盯住傳令者和突然調動的船。密探很快跟上北返路線，另一批人則追向南方總倉，隱藏贓物第一次自行移動。假賬已經咬住他們，可同一時間，新的押送命令也正朝我們的流放隊趕來。陌生官差持文書追上隊伍，聲稱沈家私藏證物，要立刻把我們3人押回京受審。我看過印記便知道是假令，卻仍裝作慌亂上車，因為真正的拘捕人手早已埋伏。山谷入口忽然落下巨石，前後道路被封，領頭人拔刀要把我們做成逃犯被殺。我護住母親和妹妹往石壁退，直到兩側高坡同時亮出大理寺的弓手與令旗。裴景策宣讀拘捕文書，假官差來不及燒令，連同口供與隨身名冊全被扣下。這道滅口令把趙崇禮的親信、假文書和預定說辭一起送進了正式證物鏈。安全後，裴景策把那冊賬放到我面前，問5萬兩到底在哪裡。我坦白銀子不存在，賬是我親手造的，從未準備讓它成為定罪證據。他沉默許久，我承認自己瞞了風險，也願意承擔偽造賬冊帶來的追責。密探此時送來消息，白石鎮查倉連着一座廢銀礦，分倉貨物正往那裡集中。假賬可以退場了，真贓正在裝車，
大理寺決定跟車部封倉，最終追臧行動正式啟動。24輛掛茶旗的重車離開白石鎮，我們沒有驚動守衛，只讓大理寺人馬遠遠跟上。車隊轉向趙家七族莊園，到了青石峽，埋伏私兵忽然點燃火油，想連車帶證物燒掉。我早讓人開了上游水渠，積水漫過車輪，火焰剛起便被溺水壓滅。差役控制車隊後逐箱查驗，裡面不是茶葉，而是磨去印記的官銀、地契和珠寶。周復年的貼身木箱中還有一冊分贓私賬，以及一枚完整無裂痕的備用官印。那枚官印與父親3年就公文並排時，陷害從推測變成了可以看見的實物。曹福為自保，先供出周復年，周復年又咬出趙崇禮、戶部內應和滅口名單。24輛贓物車押回京城，沿街百姓沉默看着，30萬兩終於不再只是賬上數字。重審時，裴景策先陳缺金糧袋，再陳3次換代日期、列印、公倉封條和12倉路線。假押送令，書立案銅牌，分贓私賬與完整官印，則把偽賬、滅口和轉移贓物接成一條線。趙崇禮抓住我造假賬這一點攻擊，我當庭承認，那冊賬不入卷，也不能證明任何罪名。我只問他，若5萬兩根本不存在，為何他的命令能讓12座倉同時搬貨？真正定罪的不是我的假數字，而是他們為了那個數字發出的命令、運出的營車和留下的口供。父親侵吞與殺人重罪被撤，私改賬目的程序責任則另行記錄，沒有被親情抹去。沈家獲准反擊，趙崇禮一系伏法，查獲糧銀將送往青州，家產也進入依法發還程序。翻案後，查獲的新糧與銀兩先送青州，趙崇禮判斬，周復年終身監禁，周記也被充公。沈家財產按清冊逐項發還，父親收起那枚裂痕舊印，承認私改賬的過失，並主動辭官。母親接手田產與商行賬務，妹妹把玉蘭花改成貨袋和招牌上的審計標誌。流放路上一起做工的婦人進了工坊，熟悉水路線的腳夫則組成運輸隊。我為每袋貨定下統一重量，每筆交易做雙份賬，每件貨都配可追查編號。有人勸我借翻案名聲做黃商，我拒絕了。審計部靠官印特權換訂單，我們寧可少賺，也不縮容量，不換標記，更不讓任何貨物在賬上憑空消失。1年後，審計商隊已往返6州，工坊與車隊按清楚規則分工結算。裴景策來查賬，翻了半個時辰，從貨號追到銀錢，仍找不到一處錯漏。妹妹笑着把新貨袋掛上招牌，玉蘭不再是藏匿線索的暗碼，而成了信用標記。我把親手造的假賬放在最顯眼的書架上，提醒自己謊言只能作餌，不能取代真相。從2袋粗糧到6州商路，我終於能決定自己的賬、家人的路，以及每一份真正應負的責任。